大家好，我是明德君，洞穿经典寓言，从庄子外物篇看，剖析人性与处世智慧。在历史的浩渺长河中，经典著作犹如一生辉的明珠，承载着先人的深邃智慧与深刻洞察。庄子外物中的二如发种和老来子训示仲尼这两则故事，以独特的叙事和犀利的笔触，对人性的虚伪处世的理念展开了探讨，跨越千年，依然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启示。二如发种撕下伪善的面具，战国时期丧葬观念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墨家秉持薄葬理念，将资源留给生者；道家追求不葬，正如庄子以天地为棺椁的豁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家，一边秉持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理念，一边为丧葬制定繁琐礼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类特殊的盗贼儒道。某夜，两位儒生趁着夜色挖掘了一座墓穴，经验丰富的大儒在墓穴外放哨，新手小儒则在墓穴内搜寻陪葬品。天渐破晓，大儒按礼节有秩序地传话询问：“东方坐椅，视之何若？”小儒回应：“未解群儒，口中有珠。”大儒听闻，引用《诗经》中的“青青之脉生于灵碑，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自我开脱，认为墓主人吝啬，死人留珠无用，他们取珠是物尽其用。随后，大儒指导小儒揭其病，压其喙，如以金锥痛其仪，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展现出娴熟的盗墓技巧。这则故事极具讽刺性。其一，二儒盗墓技艺娴熟，显然是惯犯；其二，他们将盗窃行为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合理化，毫无廉耻之心。庄子通过这一故事，深刻揭露了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作风在现实生活中类似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屡见不鲜。心理学中的 ABC 法则可以解释这一行为模式。A 代表客观事件，B 是人们对事件的认知，100则是由认知引发的情绪或行为。在二如发种中，墓穴中有陪葬品是客观事实 A， 儒生们对墓主人的主观判断 B， 即认为墓主人吝啬，死人留珠无用，使其盗窃行为合理化，从而产生了毫无愧疚、理直气壮盗窃的行为 C。 这表明在这类人的认知里，言语高于行动，他们企图通过巧言令色塑造自我形象，最终陷入谎言的泥潭。孔子曾言巧言令色，先以人；庄子则以故事为利刃，对儒家虚伪的一面进行了批判。老来子训示仲尼，审视处世的智慧。楚国贤人老来子可能是老子老聃在这里的别称的弟子，外出打柴时遇到孔子，并向老师描述孔子修上而趋下，莫楼而后耳，诗若迎四海的形象。老来子认出是孔子，便召其前来见面后，老来子直言：“丘，去汝公今与汝容之，斯为君子矣。”孔子恭敬地依让而退，询问自己的德业是否有长进。老来子指出，孔子不忍心一代人受损害，却忽视了万世的隐患，是思维僵化或才智不足的表现。他认为孔子施惠于人以讨欢心是中等人才的做法，而且以声誉为纽带结交他人，最终可能沦为谋取私利的手段。老来子主张，与其欲摇而非结，不如两忘而避其所欲，因为违背本性会受损伤，搅扰心神便是邪道。圣人总是在迫不得已时才行动，因而能够成功，而孔子却总是较劲自己的行为。这则故事直接批判了儒家的处世理念。儒家倡导仁义礼节，初衷是约束人们的行为，但在发展过程中却走向了教条化，成为压迫人的封建礼俗。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却处处碰壁，与他的预期背道而驰。在老来子看来，圣人应顺应自然，在迫不得已时才行动，保持精神的独立自由，这与庄子无为无待的逍遥游思想相契合。故事背后的启示，庄子外物中的这两则故事犹如两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弱点和处世的误区。二如发种警示我们要警惕言行不一的伪善行为，保持真诚和道德的底线。老来子训示仲尼则提醒我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盲目和骄矜，学会顺应自然，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的挑战。在当今社会，我们依然能从这些古老的故事中汲取智慧，不断反思自我，提升修养，追求更加真实自由的人生境界。通过深入剖析经典，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性，指导自己的行为，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在经典启示下，构建当代价值坐标。在当今快节奏的时代浪潮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庄子外物中二如发种和老来子训示仲尼所蕴含的智慧，依然如高悬的明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为我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构建正确的价值坐标题供指引。从二如发种的故事出发，言行不一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屡见不鲜。在商业领域，部分企业一边宣扬着诚信经营顾客至上的理念，另一边却为了追求利润，以次充好、虚假宣传，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比如一些网红食品品牌，通过精美的包装和夸大的广告吸引消费者，但实际产品质量却与宣传相差甚远。在学术领域，也有个别学者为了追求名利，抄袭他人成果，编造实验数据，违背了学术道德。这些行为就如同故事中的二如，表面上冠冕堂皇，实则内心虚伪，最终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也破坏了社会的信任体系。为了避免陷入言行不一的困境，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将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言出必行。答应他人的事情一定要努力完成，在工作中坚守职业操守，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营造一个和谐诚信的社会环境。老来子训示仲尼的故事，则为我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盲目追求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忽略了内心的需求和精神的成长。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焦虑和疲惫之中。比如一些职场人士为了升职加薪，加班加点，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感受。这种行为就如同孔子周游列国，虽然有着远大的抱负，但却没有考虑到行为的长远影响，最终陷入了困境。我们应该学会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平衡好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关系。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注重家庭和人际关系的维护。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挑战时，要学会顺应自然，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盲目的与他人攀比，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目标。此外，这两则故事还提醒我们要尊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庄子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通过这两则故事对儒家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批判。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儒家和道家的思想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们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差异，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精华，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总之，庄子外物中的二如发种和老来子训示仲尼这两则故事，不仅是对人性和处世智慧的深刻探讨，更是我们在当代社会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指南。我们要深入挖掘这些经典故事的内涵，将其智慧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断反思自我，提升修养，追求更加真实、自由、和谐的人生境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为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践行经典智慧的旅程中，教育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学校与家庭应将经典文化融入日常教学和家庭教育中，引导青少年从经典故事汲取养分，培养诚实、守信、求真务实的品格，学会平衡物质与精神追求。同时，媒体也肩负重要责任，可借助多元传播渠道，弘扬经典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对违背道德的行为进行曝光批判。如此一来，从个人到社会，便能营造出人人尊崇经典智慧、践行正确价值观的良好氛围，真正让经典在当代焕发生机，助力社会迈向更高文明形态，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更好的自己。